这是哪儿？检测到宿主意识清醒，领主系统激活，全民穿越已开启，所有生灵已被传送至无尽位面碎片，每人获得初始领地1块。天灾、魔物、亡灵、威胁相至，请收集资源，升级领地活下来。当前领地帐篷0级，领地范围以帐篷为中心，半径10米。全民穿越，生存游戏，恐慌没用，得先搞清楚状况。救命！我被丢到沙漠了，谁有水我用木材换。我旁边就是火山口，这开局是地狱模式吧？狼，有狼嚎，就在我帐篷外面，怎么办啊？大家快点打开新手礼包，里面可能开出救命的东西。不说了，我要去打怪物了。新手礼包，看来想翻盘还得赌一把。获得长弓乘1，剑矢乘20，检测到宿主灵魂波动特殊，天赋树激活，恭喜宿主觉醒，唯一神级天赋无限强化。每当领地等级提升1级，宿主可获得1次强化物品机会，强化无失败概率，无品质上限。新手保护期特有福利，额外赠送1次免费强化机会。神级，唯一无上限强化。没想到怪物来得那么快。先不管了，抵御怪物才是第一要务。破不了防，这弓箭一点用都没有，现在跑不掉，拼不过，到底该怎么办？等等，天赋！新手赠送的1次强化机会，如果把它放在工具上，岂不是？强化！再来！这就是强化的效果吗？百发百中，无坚不摧。唉，这天寒地冻，体力消耗巨大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虽然条件简陋，但起码能活下来。像刚才那样的怪物攻击，肯定以后还会有很多，所以必须尽快升级领地。就算能100%命中，也不一定能活下来。得先看看升级需要的条件。木屋，这才是真正的庇护所。不过说明书上的木材好说，这粘土到底哪里有？不管了，先去收集木材。获得木材乘13。木材够了，现在是粘土。这土层也太硬了，不行，靠蛮力挖不动表面的硬土层，工具不行，力量也不够。既然靠自己挖行不通，那么只能靠交易了。出雪狼肉，换粘土，有兴趣的私聊。雪狼肉，这么快杀了雪狼，大佬啊！那玩意儿防御高的离谱，
我拿石头砸半天都没破防，我拿50单位木材换，求你，我快饿死了。100单位粘土加10单位铁矿石，换10单位雪狼肉。100单位粘土刚好够升级。至于铁矿石，虽然现在用不了，但以后说不定用得上，就它了。你好，100单位粘土加100单位铁矿石，换10单位雪狼肉，确定？交易完成。下次有多余的肉或皮毛，可以继续找我，我这边粘土和铁矿都不缺。材料齐了，是否消耗木材与粘土？将领地从0级升至1级。确认。这地方暖和又结实，终于像个样子。原来升级后的领地能召唤士兵，但是一天只能召唤1个，太慢了。天灾魔物随时会来，等我凑齐一支小队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领地升级会获得1次强化机会，长弓已经强化过，现阶段够用。强化木屋只能被动挨打，必须主动出击，解决兵力问题。如果把这次强化机会用在祭坛上呢？强化目标，祭坛。无限制，一天召唤1次的限制没了。这就是说，只要材料足够，我一天就能造出1支军队。检测到献祭资源可生产骷髅战士，是否生产？刚才得到的铁矿石，现在就派上了用场。无限生产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材料不够多。确认。走，停，向左转，举刀，绝对服从，很好。检测到本区域已有3000万名玩家成功将领地提升至1级。大规模领地升级产生的能量波动惊扰了沉睡中的区域魔物，魔物正在集结，请各位领主立即做好防御准备。我刚升完级啊，怎么就来魔兽了？魔兽是什么等级的？拿什么防啊？完了完了！谁他妈升级这么快的？害死所有人了！10小时后就有魔物进攻，看来我这支骷髅军队来得很及时。5个一组，沿围墙巡逻，发现任何生物靠近，立刻警报。下来就是好好休息一下，等待魔物到来。
史莱姆等级2，特性物理抗性中等，受钝击伤害减半，攻击方式远程，喷射腐蚀粘液。等级2，比骷髅高一级，还有腐蚀伤害，有点麻烦啊。3、2、1，魔物进攻已开始。全军出击！冲锋！1对1伤亡太大，腐蚀效果是关键，不能再这样下去。调整站位，3对1，分割包围，速战速决。还好我的祭坛无限生产，如果只有1、2只骷髅兵，对付这些史莱姆还真够呛。我的骷髅被秒了，史莱姆一口弹一个，现在怎么办？救命！谁来帮我？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有了无限生产，再多的怪物都能抵挡。唯一的缺陷就是耗资源补充。先看看交易频道有什么资源可以交换。出一张特殊兵种召唤卷轴，有人换吗？领地快被打穿了，接！特殊兵种，好东西你会卖？骗子吧？不是骗子，这卷轴召唤成功率只有1%，我赌不起，我需要激战力。1%？谁换谁是冤大头。1%的成功率对别人是天坑，但对我来说，2个骷髅的成本不过是2块铁矿和2根骨头，随时可以补充。赌输了不痛不痒，但如果赌赢了，那就是一个普通祭坛召唤不出来的特殊兵种。2个骷髅战士换你的卷轴，现在交易。大佬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交易完成。1%成功率的卷轴也拿来卖，赵铁柱，你真是想钱疯了！谁换谁是冤大头？拿2个骷髅兵换一张废纸，脑子有坑吧？大佬，谢谢你，那2个骷髅战士救了我的命。1%，万一成功了呢？要换！失败了吗？召唤成功，获得特殊兵种猫灵，稀有。特殊兵种是只猫。主人好，我是猫灵小白，从今天起为您服务。辅助型特殊兵种，战斗力极低。我会做饭、打扫、缝补衣物。主人，您把家里交给我，保证干干净净。算了，烹饪精通，家务达人，也算有了个大管家。里面有血狼肉，先做顿饭。啊，交给我！主人，请用。好吃吗？看来刚才是我错了，小白真棒。第一波魔物进攻已结束，本区域玩家死亡数723万，领地被摧毁数1060万。因为魔物损失惨重，因此更大规模的魔物集群正在集结，第二波进攻即将发动，请各位领主立即提升防御，活下去。活下去。
还有48小时就要灾变，时间紧迫，得尽快搜集资源。木材和粘土可以靠交易解决，但花岗岩……山体石头的颜色是灰色的，花岗岩很可能就在那里。主人，要出门吗？去东北那座山，你留在领地，提防周围危险。收到。走。果然是这里，整座山都是花岗岩矿场。不对劲，这么大一片资源点，就这么摆在这里，没人动过。展开。有东西。3级14个，而且打一个就等于捅了马蜂窝。不能打，这是送死。哥布林是纯物理攻击，骷髅的钢刀有优势，但3对14，数量差距太大了，根本没得打。至少需要30个骷髅战士，利用装备优势和地形，才有机会吃掉他们。现在我只有3个，得召唤更多骷髅战士。骨头不多了，铁矿石也只剩3块，看来只能去交易。兄弟，你没睡醒吧？现在谁拿铁矿石换吃的？楼主怕是没搞懂，铁矿石现在可是硬通货。他们说的没错，第一波之后，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战略物资的重要性。拿生肉换行不通了，但是如果是小白做的烤肉呢？我操！你不提还好，一提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别上当，一根串换1块铁矿石，抢钱啊！话是这么说，可我真的好想念烤串啊！反正铁矿石又下不了载，给我来1根，就1根解解馋。上钩了。小白，烤一串。好嘞。我操，这也太好吃了！再给我来3根！疯了吧你？3块铁矿石啊！你们没吃过，你们不懂，有机会吃一口，好的还等什么？等死的时候后悔吗？他说的对，快给我也来1根！等等我也要。小白，多烤。收到收到。哼。没铁矿石了，骨头换行不行？行，1根骨头换1根串。真的吗？那给我来5串。主人，肉串全卖完了。辛苦了。来吧，召唤！加上背包里凑整的散料，还有现在这3个，总共能拉起一支105人的骷髅大军。但是骨头不够，只能按少的来。100个骷髅战士，足够了。批量召唤。
从3个到100个，只用了不到1天，这就是强化的力量。留30守家，其余跟我走。喂，击杀哥布林，获得经验值加30。整座山现在是我的了。翻，分工合作，效率最大化。升级。主人，地震了！这不是房子，这是一个小型堡垒。农田，只要有种子，就能解决长期的食物问题。新兵种，生命值和攻击力是骷髅战士的好几倍。拜见领主。你们一个能打几个骷髅战士？最低级的亡灵，一个打10个，绰绰有余。性价比更高了。唯一的问题是皮革来源。从现在起，你们2个贴身跟着我。遵命。有了堡垒，有了农田，有了100骷髅兵，还有2个精英牛头人。现在我可以横着走。领地提升至2级，宿主获得1次强化物品机会。上次强化了祭坛，获得无限召唤的能力。这一次的强化机会该用在什么上面？是强化堡垒的防御，还是强化我的新兵种？弓已经强化，钢刀只汇集1个单位，不划算。战斧，牛头人只有2个，边际收益有限。但农田不一样，粮食是根扎稳了，上面怎么折腾都不晃。强化农田。基础农田已强化，农作物生长速度乘以10倍。3到5天吃上青菜，10来天摘瓜果。在这片雪原上，这简直就是建了一个粮仓。其他领主在啃冻硬的面饼，而我的领地里，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青菜被端上桌。这不是吃饭的问题，是交易的资本。不对，还少一样东西。高价收购粮食、蔬果种子，品种不限，数量不限，价格面谈，诚心交易。种子？我这边全是沙漠，连根草都没有。又是姜汁雪。你要种子？有。我这边是温带草原，有白菜、萝卜、南瓜、土豆的种子，量不多。你打算拿什么换？烤串价值不够，铁矿石自己也缺。那么，骷髅战士。你确定？每一个战斗单位都是保命的本钱，你拿骷髅战士换种子？骷髅战士已经从主力变成了劳动力，拿淘汰的产能换战略物资，这笔账绝对不亏。就用骷髅战士换。 5个骷髅战士换我手上所有蔬果种子，4个品种，每种50粒以上。成交。小白，主人，下来。种子，白菜、萝卜、南瓜、土豆，带10个骷髅去，全中了。
主人，有了这些，小白就能给主人做更多好吃的啦。主人放心，小白一定种得整整齐齐的。你这边，你这边。铜矿得往外找。所有骷髅战士集合！50个骷髅战士去花岗岩山采矿，不停。其余的跟我走，你们俩也跟我走。遵命。升3级的最后一道门槛，铜矿。山里有矿脉的概率，总比在平地上碰运气强。不对劲，自然水体不该是这个颜色，除非这附近有铜矿，才会让水质变成这种颜色。铜绿，找到了。矿脉一定就在这些岩层背后。所有骷髅战士分散搜索，看到任何金属矿石，全部回来报告。居然有人！嘿，你谁？说你呢，听不见啊！这片矿区我先发现的，赶紧带着你的人滚！你先发现的？对，我半小时前就标记了，出去调兵来的。你站的地方是我的地盘。地面干干净净，连个脚印都没有，睁眼说瞎话。如果我不走呢？不走，那就别怪我手下的人不客气了。5个最低级的骷髅就敢叫人滚蛋，也不看看对面站着什么。去，教教他。哈哈哈哈！你有牛头人又怎么样？5个打1个，优势在我，你就乖乖受死吧！上，给我砍他！怎么可能？别杀我！我加入了泰山会，温泰山是我们盟主，你杀了我，泰山会不会放过你的？文哥救我！有人要杀我！这位兄弟，我手下的人不懂事，我替他赔个不是。看在我泰山会的面子上，这是泰山会，没听过。好，很好，我记住你了，楚风。最好祈祷你的领地藏得够深。啰嗦！你得罪文泰山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打开公屏看看就知道了。楚风杀害泰山会成员，全体泰山会成员视其为敌，被全区追杀呀！无所谓，我现在忙着挖铁矿，有事情以后再说。找到矿点了。有魔物，多少？狼群，牛头人的造价需要皮革，血缘野兽刷新不稳定，皮革是瓶颈。现在资源送上门了，铜矿要挖，魔物要杀，皮革要攒，牛头人要扩编，一趟全办了。全体集合，先打西北那个点。雪狼，上！走，进攻下一个矿点。14个矿点，207头魔物，全部清剿。报，损失呢？有几个弟兄重伤，其他都是轻伤。灵山网、骷髅战士和牛头人战士都一个没少，
简直就是碾压局，爽！500单位皮革，3000单位肉，够再造100个牛头人，这笔买卖太划算了。20个骷髅战士处理尸体，其余的就地开采铜矿，采完一批运一批。走，回领地。主人，主人，你回来了！主人受伤了。魔物的，不是我的血。那就好。主人，主人，种下去的菜已经熟了。熟了？小白菜、萝卜，还有一种卷叶子的，我都摘了，做了一桌蔬菜大餐。主人要不要？开吃开吃，我都饿坏了。脆的，还带一丝甜。当初拿骷髅换这张召唤卷轴，抽出来一个没战斗力的猫女，还觉得亏了。现在看来亏个屁。唉，吃饱喝足，去盘点一下资源。铜矿达标，剩下的缺口，以骷髅的效力，最多2天。铜矿留10个继续采，其余的分3队，砍木材、采花岗岩、挖粘土，全速！主人，天黑了，你已经3天没睡过好觉了。行，我先去休息。主人，你看，他们搬了一整夜。一夜之间，余量就填满了。兵多就是这么简单粗暴。升级。这是咱家。对亡灵无效，但牛头人能用。过来，进去。等于领地里装了一座永续的医疗站，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。刚升了3级，有一次强化机会，强化。可携带，这才是关键，等于随身带了3条命。宣布公告：大规模魔物集结已完成，请所有领主做好防御准备。第2波进攻终于来了，而且还是大规模集结，不是之前的小打小闹。全部停下！材料不采了。全部上城墙，进入防御阵型。主人，魔物要来了，你待在城堡里别出来。85个骷髅战士，2个牛头人，全是近战。如果来的是飞行单位或者远程魔物，光靠钢刀守不住。3级领地的新兵种，骷髅弓箭手，远程单位，这才是完整的防御体系。可是这铁矿石一块都没有，现在出去找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买。魔物来袭，我城墙还没修好啊，3小时够干嘛的？泰山会的兄弟们不要慌，文哥说了，咱们联盟统一防御。高价收购铁矿石1000单位
价格好商量，有货的私聊。楚风，就那个单杀了泰山会据点的楚风，他还敢冒头？兄弟，你得罪了文泰山，你知道吗？挺有意思，我看谁敢与你交易。文哥霸气，笑死！得罪泰山会还想买东西，一个人玩单机的下场，老老实实等死吧。魔物来了，你连兵都造不出来。孤立我，想让我在魔物巢里被耗死。出新鲜蔬菜，先到先得。新鲜蔬菜，我没看错吧？白菜、西红柿？不可能，种子种下去最快也要30天，咱们穿越过来才10几天，骗人的吧？这人为了买铁矿石，什么话都敢编，在冰天雪地里种菜，当我们傻？楚风，你要是能拿出1颗白菜，我把战斧吞了。文哥牛逼！哼，吞战斧，胃口倒是挺好。我靠！这是真的，绿色的，叶子上还有水珠，这绝对是新鲜的。它到底怎么种出来的？我12天没吃过蔬菜了，全是烤肉和干粮，我口水流到键盘上了。吃货出手就是阔绰。50起步，最高炒到300换1颗白菜。饥饿是最好的催化剂。够了！文泰山呢？说好的屯战斧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封杀人家，结果被人家用白菜打脸。泰山会这么多人，就这？跳梁小丑。全部上墙，和骷髅战士交替站位，一近一远，间隔排列。弓箭手拉远仗，骷髅战士锋近身，守城没问题，但全是脆皮。一旦城墙被重型魔物突破，防线就会崩溃。必须要有预备队，能在城门口硬扛冲击，随时堵缺口的重甲单位。可制造200牛头人战士。全体牛头人听令，城门口列阵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冲。遵命，主人。主人，是不是要出大事了？没事，自己人。待在城堡里，哪儿也别去。我会守好这里，也会守好你。该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是等。来了，哥布林、豺狼人、雪狼，3个兵种贴刺进攻，数量至少500。来了，魔物来了！我的妈呀，全是哥布林，至少300个，这边400呀！我才12个骷髅战士，这打个屁呀！魔物攻城开始。放箭！物理抗性很高，远程破不了放。全军出击，先清雪狼，再造残云。打扫战场，所有皮革、骨头、肉食分类收集，受伤的为生命之树下治疗。主人，打完了。海量魔物也不过如此。
谁来救救我？城墙破了，骷髅战士全灭了，还有30多个拆楼人在拆我主城堡。求求了，有没有大佬能拉一把？我真的不想再被野怪追着跑了。坐标西南7区1134，我所有铁矿石都给你。泰山会招人，加入即提供庇护。文泰山亲自率队支援，名额有限。屠魔联盟紧急扩招，我方派出牛头人战士护送，联系 ID 屠魔老七。趁火打劫，乱世里人比魔物更可怕。做顿大的。大的。把能用的菜全拿出来，肉也上。打完仗了，得吃点好的。好嘞。不错，不错，真不错。这可是穿越以来吃的最痛快的一顿。3700多万人，1亿玩家，一波魔物潮，直接清掉了1/3。收桌子吧。因本次工程大量魔物阵亡，部分由魔物镇守的副本入口封印减弱，玩家可在领地周边区域探索寻找副本入口。这些强化素材、稀有矿石、装备图纸，这些东西只有副本里才有。不能等，去晚了。好的入口全被各大联盟占了，给我备干粮和水，越多越好。是，主人。生命果实，随身带3条命，这是进副本的底气。领地不能空，但副本必须带够兵力。对半分。牛头人战士150个，骷髅战士150个，骷髅弓箭手150个，都来这边集合。守好领地，任何人靠近，先警告，不听就射。停！禀报领主，前方区域魔力混乱，空气中有不稳定的能量波动，封印减弱，能量外泄，副本入口就在附近，不能全军压上，先摸清情况。前排出5个牛头人，前方侦查，发现异常立刻回报，不许恋战。其余人原地驻扎。骷髅战士外围布防，弓箭手占领高处。禀报领主，我们找到了副本入口，但那里已有其他领主的军队，他们偷袭了我们，4个兄弟被围住了。吃了他！全军出动！带路。哼，别急，慢慢摸。这几头牛还挺抗打，耗死他们，省点力气进副本。住手！那几头牛是你的？是我的。哼，5个牛头人也算有点家底了。我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加入我们，带着你的牛头人一起下副本，收益你占1成半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，死。凭我人比你多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睁眼看看，120个骷髅，16个牛头人，你那5头牛，连我0头都不够。哼，你说你人比我多？当然。你确定？
150个牛头人，150个骷髅战士，150个弓箭手，450个，这不可能！这6个人凑起来的全部家当，乘以3都不够对面塞牙缝。你是谁？射！2轮，不到10秒，我的120个骷髅战士全没了！只要跑掉，就能活下去！等等，我投降，我全部资源上交，玩家林云已死亡，领地归属权清除。吃。1级副本入口，兵力充足，生命之果还剩8颗，够了。 50个骷髅战士留守副本入口，其余全部跟我进去。恭喜领主楚风进入1级副本远古矿洞。警告：副本内怪物等级较高，请谨慎推进。掉落红宝石和金币，虽然暂时不知道金币的作用，但红宝石可是4级领地升级的必须材料，外面1颗都没见过。看来这个副本是必刷之地。弓箭手齐射！继续推进。进攻！分4队，牛头人各带一路，弓箭手跟上，我走主矿道，给我清干净每一条路，每一个洞，一根骨头都别给我剩。有没有强力领主？1级副本组队，我出20个骷髅战士。地区7号领地招募攻略队，需要牛头人战士。待遇从右，3个骷髅矿工差点把我团灭。手下士兵太少的话，进副本也是炮灰。楚风在吗？我在北部洞土带发现了1级副本入口远古矿洞，我手下士兵不够，你有兴趣组队吗？抽不开身，我正在攻略副本。你已经在攻略了，那你加快速度。我得到消息，第1个通关副本的领主会获得额外的手通奖励。手通奖励？其他人进度怎么样？具体是什么不清楚，但消息来源可靠。副本怪物强度远超常规兵种，大部分人刚进去就被打回来了。有几个大联盟在硬推，但折损严重，速度很慢。加速推进，所有岔路清完的队伍向主矿道汇合，不要停。手通奖励必须拿到手。不撤，谁先撤谁就输了。给我继续打！不要怕伤亡，只要拿到手通奖励，伤亡多少都值。这是副本 BOSS，
们是什么人？竟敢闯入我的领地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弓箭手齐射！弓箭手无效，只能靠近战破甲了。牛头人冲锋！我不知当即那日。群伤法术，远程轰炸，这样耗下去，兵力会被抹光，必输无疑。去！生命之果用完了，没有退路了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全军冲锋！牛头人打前排，骷髅战士跟上，弓箭手近身射，目标那个做王座的，给我冲！恭喜领主楚风击杀远古矿洞 BOSS 骷髅王！恭喜领主楚风成为全服首位通关1级副本远古矿洞的领主，首通奖励发放中。好重，这东西有生命。首通奖励远果龙蛋。该奖励已触发唯一神级天赋，无限强化隐藏加成。原奖励品质由稀有提升至传说。远古龙蛋，传说级，内含一头远古龙种幼龙，孵化时间72小时。无限强化天赋，连系统奖励都能加成。系统提示：雷云剑技能书，品质稀有。效果：召唤雷云，对指定区域发射雷电箭矢，覆盖范围30米乘30米，持续3秒，每秒降下12道雷电箭矢。大范围群攻技能，有了这个，之前那些铁甲骷髅就是活靶子。恭喜领主楚风成功学习技能雷云剑。快，再快点儿！首通一定是我们的！全服公告：恭喜领主楚风成为首位通关1级副本远古矿洞的领主，首通奖励已发放。楚风，怎么可能？我11个领主的兵力折损近半都还没首通，他一个散人怎么通过的？楚风，又是那个楚风！好一个楚风，我定要找到你。人压上去！全服公告：恭喜领主楚风成为首位通关1级副本远古矿洞的领主，首通奖励已发放。楚风，给我查这个楚风什么来头！楚风是个人名，一个人通关了副本，一个人1级副本，这怎么可能？靠！我操，首通被人拿了，楚风是谁？楚风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。太离谱了，真就一个人碾压了全服？先试一试雷云剑的威力。恐怖的威力，有了这一招，刷本效率能提高数倍。恭喜领主神功大成！走，出去，补给完毕，再进一次，接下来就是洗刷刷。
竟敢闯入我的领地！看来技能书是手动限定的奖励，或者是极低概率掉落。各位，再刷一次就回家。主人回来了，小白做了好多好吃的，等主人好久了。给你的。给小白的。主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人。升级需要200颗红宝石，还差172颗，一趟平均14颗，大概还要刷12趟，算上休整时间，10天之内应该能凑齐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小家伙能孵化出来。还要等一段时间。小白，早饭好了吗？主人早，早饭做好了。主人好受欢迎啊！太吵了。我操！楚风大神亲自现身了，真就独行侠，全服第一个通关副本的男人，说话就是硬气。周天豪、战神盟全被拒了吧？哈哈哈哈，面子往哪儿搁？泰山会要针对你，建议你尽快找个靠山。怎么又是他？谢谢提醒，但我应该暂时不需要靠山。分4队，第一队50个牛头人，30个骷髅战士留守领地；第二队20个骷髅战士去北面采矿伐木；第三队40个牛头人向东南探索猎杀魔物。剩下的跟我走，刷副本。第5次了，一本技能书都不出，这破系统是不是耍老子？会长，会不会这 BOSS 根本就不报技能书啊？不可能，我有可靠消息，楚风第1次通关就报了技能书。凭什么我不行？可楚风是大神啊，他是个狗屁大神，无非是运气好一点罢了。等我抓到机会，一定亲手灭了楚风，让全区域都知道我们泰山会才是不好惹的。泰山哥，我们刚清了个副本 ，BOSS 报了个好东西，传送令。什么？使用后可将指定兵力瞬间传送至任意领主领地附近，无限距离。哈哈哈哈，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！传令下去。泰山会全体领主即刻集合，目标楚风。此番远征，我要踏平他的领地，让他为之前的狂妄付出代价。还是没有技能书，果然手动才有奖励。等等。这东西无视距离，虽然现在没用，倒也是个好东西。算了，走，撤了。主人，今天领地有没有情况？没有。对了，主人，采集的士兵回来了，拉了好多东西，仓库都快搬满了。不错，
大丰收。主人，探索队回报，此次共猎杀魔物52头。另外，在南面山脉边缘，我们发现了3个铁矿石采集点，已经带回1000单位铁矿石。铁矿，有了自己的铁矿，就不用每次都交易了，兵力上限被撬开了。明天加派人手，3个采集点全天候轮班开采。遵命。系统公告：领主文泰山代表泰山会正式向领主楚风宣战。楚风立刻自护双手，否则泰山会将以雷霆万钧之势踏平你的领地。主人，那个文泰山好凶，他要来欺负我们吗？放心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欺负人是不对的。既然文泰山非要以此为借口开战，我接着，我现在就在领地坐等。楚风，你确定不需要帮忙？我不怕泰山会。其实我是女巫联合会的会长。原来是江会长，事情我自己能解决。怎么说？他答应了？拒绝了，说自己能解决。太自大了！泰山会1000多号人，他一个人顶得住？等泰山会大军压到家门口，他就知道疼了。拒绝的这么干脆，要么是真有底气，要么是死要面子。但愿是前者。说说泰山会和楚风，你们觉得谁赢？泰山会没悬念，泰山会群英荟萃，300领主上千兵力，楚风一个人能有多少兵？撑死了几百。对，集中优势兵力围攻，跟捏蚂蚁一样。说的不错。泰山会、女巫联合会、战神盟，还有咱们屠魔联盟，4足鼎立，其余人都只是跳梁小丑罢了。行了，散了吧。等泰山会的捷报就是了。把仓库里的铁矿石、骨粉、暗铁甲片全部搬到祭坛前面。全部？全部。泰山会只要敢来，我今天就让泰山崩塌。3级领地城墙倒是不错，可惜城头上的兵也就200来个。盟主英明，800打200，4比1的优势，稳了。哼，赵三，你去喊他出来投降，告诉他，现在跪下来，我还能给他留个全尸。城上的人听着，泰山会盟主文泰山在此，800精兵已到，你们领主楚风，赶紧给我滚下来跪着！楚风，你到底出不出来？给你30秒。楚风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，全军出击，给我踏平这座破城！不对，盟主他怎么有这么多兵？快2000人，我们才800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出这么多兵？完了！盟主，快逃吧！盟主，再不逃，泰山会就完了！滚开！好在我有传送阵，这下可以逃命了。哼，这就想跑？
法阵碎了，跑不掉了！全军出击！啊！是。楚风，别打了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！啊！楚风兄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不该来招惹你，是我的错，全是我的错，你饶了我，饶了我这一次，以后泰山会上下300个领主，全听你的，你说动我们绝不往西。你要资源我给资源，要兵我给兵，泰山会就是你的附庸，我文泰山给你当牛做马。不需要。楚风兄弟，你再想想，300个领主啊！啊！主人，说，敌军连同领主在内，共计842人，已全部清理完毕。我方伤亡172人，但伤势已被生命树全部治愈，无一阵亡。主人，下一步怎么安排？全体放假2天。放假？2天后，跟我去刷副本。泰山会灭！我操，假的吧 ？P 的图，一个人灭了一个联盟，开什么玩笑呢？泰山会可是有上千号人的。我刚联系了泰山会的哥们儿，没人回我，一个都没回。他联盟频道里的人全灰了，死了，全死了。会长，你跟那个楚风打过交道，你知道他有这种实力吗？不知道，完全没想到。我以为他只是个强大的独行侠，没想到他本身就是一支军队，一场天灾。盟主。要不要把这个楚风列为同等级的对手？不必，不是楚风太厉害，而是我挑看泰山会。现在想想，什么4族鼎帝，泰山会根本不配。这片区域就该是女巫联合会、战神盟和我们屠魔联盟3分天下。难道是孵化了？还真孵出来了。刚出生就饿了。行了行了，找吃的去。主人，怎么大半夜？啊！龙！别吓他，去给他弄点肉吃。这么能吃，行，以后就叫你贪吃龙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她是女孩子，不能叫这么难听的名字。居然还是条小母龙。那以后就叫你火梨吧。别动，
让我看看你的属性。宠物名称火狸，体质神级。神级？啊！来，喷一口。啊！这还只是幼年期，要是成年了，得喷出什么来？1500度，不可能更高。有了它，刷本效率何止10倍。主人，它好厉害！不愧是神级魔物，比我强太多了。我就是个普通的小白，什么都帮不上主人。傻瓜，火狸能喷火，能打副本，但它能管领地吗？1000多号兵的伙食谁安排的？武器库谁盘点的？城墙修缮的排班表谁列的？没有你，这地方早乱成一锅粥了。火狸是火狸，你是你，谁也替不了谁。主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人。出发。夜战！等一下，主人。伤。就是这个效果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！恭喜你击败远古矿洞 BOSS。上次单刷4个小时，这次47分钟。愣着干嘛？捡东西。收拾完跟上。今天把升级材料刷齐。你们恭喜你击败矿洞领主。够了。收拾完，回家。主人，大餐做好了，烤全羊、铁板牛排。先不吃，升级。材料凑齐了。提升领地等级。领地升级中，领地等级3级到4级，升级完成。不错，简直就是城堡。神秘商店，商人出现概率5%。5%，20天才能碰上一次。城墙兵营都可以靠刷材料慢慢堆，但这个商店可以获得外界无法获得的稀有道具，含金量太高了。强化目标，神秘商店。神秘商店已强化，神秘商人将永久驻留商店，随时可进行交易。这就对了。尊敬的领主大人，您好，我是丽娜，神秘商店的常驻商人。你有什么？
隐身披风，品质暗金。暗金品质的装备，全服至今未曾出现过一件。您运气真好，刚到的好货哟，1000金币。金币是哪种金币？这种。没错，就是这种标准金币。原来金币是用在这里的。420枚，还差580。就这些了，能打个折吗？我这儿没有打折这一说，一口价。这……不过赊账倒是可以。规矩。1个月，领主大人必须在1个月之内把剩下的580金币补齐。您要是赖账，我可是要亲自上门催收的。成交，我楚风可是潜力股。祝领主大人用得顺手。领主大人，有钱了记得再来，我这儿的好货色可不止这一件。这个真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主人，你干什么？我去看看祭坛的新兵种。太好了，正缺肉盾职业，这妥妥就是纯肉盾。生产，数量10。纯天然肉盾，防御680，物理减伤30%，往副本门口一站，简直就是一堵叹息之墙。先不管这些，安排一下驻防任务。楚风，方便聊几句吗？想请你帮个忙，报酬好商量。说。地级副本，异端神庙入口被发现了。这些协会虽然平时不干好事，消息倒是很灵通。然后，我们女巫联合会也在冲，但很不顺利。神庙里的怪物天克法系单位的女巫输出直接打了对折，冲了3次，照这个速度，最多3天，首通就会被别的联盟夺走。所以我想要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进异端神庙拿下首通。我能得到什么？副本里所有怪物掉落的材料和金币全归你，最后的首通奖励也全归你。我们女巫灵魂会分文不取。全给我？那你们图什么？我们只要一样，首通的时候，区域公告上能出现女巫联合会的名字。原来你们是打广告，用一个地级副本的首通奖励，换一个全服文明的机会。这女人不简单。也就是说，我得带着你们的人一起进。没错，但你放心，我们会全力辅助技能，在副本里能发挥巨大作用。我没有地级副本的入口，只能和别人合作。况且合作之后，有人加血加控，能减少兵种损耗。材料和奖励全归我，只分享一点虚名出去，这买卖稳赚不赔。行，太好了，入口在我领地附近，你有传送令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这边出。玩家江之雪请求与你进行交易，交易物品传送令。够爽快。弓箭手100，骷髅战士100，牛头人战士100，岩石巨人10个，集结！
会长，那个楚风真的靠谱吗？地级副本就他一个人。是啊，屠魔联盟那边可是2000多兵力，战神会光牛头人就拉了800，他一个人兵力能有多少？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帮我们抢到手通，那一定就是楚风。这敌人来了！停！那是楚风。楚风领主，久仰。这些就是一起进副本的？没错，我手下的精英领主控制和治疗都不用。这我不认识他们。进副本的人，我必须能信得过。我只带你一个。会长，您一个人跟他进地级副本，万一他……够了，他信我，我自然也信他，这没什么好犹豫的。把你们的兵种全部移交给我指挥。全部，我带着你们所有的兵力进去，你们留在外面等消息。是否移交兵权？女中豪杰，走吧，别让人抢了先。地级副本入口异端神庙，当前手通状态未通过。准备好了。看广场两边。食魔卫兵，只要有活物靠近5米范围，他们就会苏醒，攻击力极高，而且魔法抗性75%。我的女巫一发火球砸上去，只掉了不到200血。我们3次进攻，折损的200个兵种，大部分都死在他们手上。这家伙攻击力超过500，牛头人扛不住。物理刚性20%，防御380，看来还是需要我的岩石巨人。岩石巨人上！果然是挠痒痒。牛头人上！这些巨人的防御力到底有多恐怖？他到底还有多少底牌？岩石巨人，全部上前卡位。牛头人分10组，逐个击破。怎么，这就通过障碍了？按照约定，这些都归我。没错，分文不取。要不是你，光是这里就够我们全军覆没的。接下来是什么？过了广场就是神殿正门，门一开会刷新大量神殿守卫，数量非常多，目测超过500。这些怪物防御450，比食魔卫兵还高。楚风，如果不行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我试过，弓箭手根本破不了他们的防。确实，骷髅弓箭手攻击力180，确实是花杀。不过什么？谁说输出一定要靠他们？这种时候，当然是我自己来。自己来，一个领主亲自下场，
对面可是500多个重甲单位。这些神殿守卫物理防御高得离谱，但雷电抗性是0。穿着一身铁皮罐头，在我这雷云剑面前就是活靶子。180枚金币，丽娜那里的欠债，再来2趟就能还清了。江会长，你刚才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雷云剑，远古矿洞 BOSS 报的技能书。BOSS 真的会报技能书？我们几十个联盟刷了几千次 BOSS， 连个技能书的影子都没见过，所有人都以为那是传说。可能只是我运气好了一点。只是运气好了一点。走吧，里面还有东西要清。我还是第一次攻略到这里，所以不知道这些堕落修女是什么水平。岩石巨人，2个，开路。14级普通怪，又是一全秒。楚风，你慢点儿。管他有什么花里胡哨的，我只管一力降10会。最终神殿到了。异端教皇尼德霍格 ，BOSS 等级20级。地级副本20级的 BOSS， 数据全是未知。这家伙和外面的杂兵不是一个次元的。愚昧的生灵，你们闯入圣殿是想倾听我的教诲吗？楚风，我之前3次连门都没能进来，零情报你还是小心为妙。情报我不需要。岩石巨人全部前冲，牛头人近身，弓箭手远程输出。免疫。物理攻击全部免疫，全部退下，这个总该有点用吧。免疫，免疫，物理、雷电全系免疫，这怎么打？蝼蚁，接受我的净化吧。不行，破不了方，这是无敌护盾，熟翻完就是全屏大招，再不撤全军覆没。放心。既然如此，霍离，该你了。哈哈，龙息果然是规则之外的伤害。
不可能，区区凡火，怎么可能？他可不是凡火。楚风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真的做到了，地级首通。抱歉，太激动了。没事，零掉落，不过。首通奖励来了，看看。龙血之果，传说级道具，龙类宠物服用后可觉醒龙血变身能力，变身后宠物将获得完全体龙族形态，全属性大幅提升。这颗龙血之果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说好的，奖励全归你，恭喜。江会长，后会有期。小白，我回来了。主人，你回来啦！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，打赢了。打赢了。哇，好烫！这是什么？龙血之果，传说级道具，能让火力更强。怎么看起来没有变化？火离，龙血变身的能力感觉到了吗？掌握了的话，变一个试试。漂亮，漂亮到离谱！这就是龙族的完全体人形。主人，你一直盯着我干嘛？变身之后有没有变强？当然更强了，想看吗？展示一下。恐怖，这威力比在神殿时强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如果用这个形态去打异端教皇，绝对是秒杀，太离谱了。主人，我好累。喂，杀手锏级别的战力，但只有一次出手机会，只能当底牌了。我操！地级首通，楚风大神又赢麻了，这也太厉害了！你们都瞎了吗？真正厉害的是女巫联总会，楚风算个屁！这人谁啊？主人明明是主力，
火力一口白焰就把 BOSS 烧没了，他怎么能这么说？无所谓，我强不强，不是嘴皮子决定的。周盟主说的有道理，江之雪会长实力不容小觑。楼上是屠魔联盟的狗吧？跳梁小丑而已。关于异端神庙首通，本人在此澄清，楚风是绝对主力，从副本开荒到 BOSS 击杀，楚风承担了全部核心输出，我的角色从始至终只是辅助，特此声明，以正视听。我操，江女神亲自下场证明了，笑死！周天豪刚吹完江之雪就被正主打脸了，最强领主，江女神认证。江会长好厉害，直接帮主人说话了。哼，是实话实说。地震！亡灵天灾即将开始，由于本区域玩家死亡数超过90%，大量死亡气息唤醒了沉睡万年的亡灵族群，请各位领主做好防御准备。这次的亡灵天灾，难道一共有100波亡灵进攻？必须提升实力。机会来了！盟主的意思是，立刻发公告，告诉所有人，只要愿意上交全部资源，屠魔联盟就庇护他们。全部资源，会不会太狠了？哼哼哼，不狠，不交资源，他们就得死。你觉得他们扛得住100波亡灵？等天灾结束，整个2区就是我们屠魔联盟的天下。会长，屠魔联盟发公告了，他们要求领主上交全部资源换取庇护，已经有很多人响应了。我们跟进，我们也要收全部资源。不，条件放宽，只收30%资源作为联防基金。30%？太少了吧？周天豪吃相太难看，只会养出一群废物。我要的是能打仗的盟友，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。100波亡灵天灾，必须在倒计时结束前，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哼哼，3天，100波，来吧。主人，我们能挡住吗？别人能不能挡住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一定没问题。全体听令，从现在开始，72小时之内给我动起来！铜矿、铁矿、花岗岩、木材，能挖多少挖多少，不吃饭不休息不停手，听懂了吗？是。楚风，100波，你一个人太冒险了，来女巫联合会吧，我们联防。不用，我扛得住。万一，我说万一撑不住了，第一时间来找我，千万别逞强。那就提前谢谢江会长愿意收留我了。主人，够了，绝对够了！3天采集，一招散尽，给我爆兵！生产骷髅弓箭手2000，生产牛头人战士2000，生产岩石巨人500。总兵力5300，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底。全体士兵，各就各位！骷髅弓箭手上城墙，牛头人战士城门2翼列阵，岩石巨人裂缝前沿，固住第1道防线。
别上来。第一波亡灵来袭，数量500。放。第一波亡灵已清除，击杀数500，乙方损失0。太轻松了，1级副本强度都不到，纯粹是炮灰。但这才第一波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救命！第一波就500只，我的骷髅战士一碰就碎啊！谁来救救我？领地围墙快被僵尸拆烂了，再不来人我就要死了！完了，我10个牛头人战士，第一波就死了3个，再来2波我就彻底挡不住了。会长，阵亡52，重伤31，城墙西段有2处裂缝，需要修补。第一波就这么难，后面99波怎么办？先稳住，52人换500只亡灵，比普通玩家强太多。伤员撤下去，修补城墙，10分钟内完成。楚风那边呢？他连条消息都没发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才20分钟，第一波亡灵灭了，损失呢？14个骷髅战士，2个牛头人。好，全区域谁比得过我们？盟主，献宝说战神会第一波损失快100人，女巫联合会阵亡50多，3分天下。不对，应该是咱们屠魔联盟一枝独秀。把战绩发出去，20分钟全歼，损失14人，写清楚，让那些哭爹喊娘的散户看看，跟着屠魔联盟才有活路。主人，刚烤好的，趁热。20分钟，还好意思吹？主人3分钟就打完了，还是0伤亡，他死了14个人还拿出来炫耀，脸皮也太厚了吧！争这些一时义气没意义。100波亡灵能活到最后才重要，活不到的，嗓门再大也是给亡灵送菜。哼！那是什么？那些是宝箱。野外天灾事件的亡灵也会掉宝箱，之前没人提过，也可能光是活命都来不及，谁还顾得上看地上掉了什么？第7小队出城，把那些发光的东西全捡回来。捡到了！回来，全体撤！主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灵魂被直接抽走了。3个牛头人就这么白送了。规则很清楚了，战斗间隙可以出去捡宝箱，但深渊里有守卫，出去就是送死，除非那些亡灵看不见你。神秘店铺出品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隐身披风已激活，持续时间30分钟。主人，你要亲自出去？别声张，看着就行。成了。全是宝箱。以战养战，别人的亡灵天灾是消耗战，越打越穷，我的亡灵天灾是越打越富。看来这波收获不错。第2波亡灵来袭，数量800。放。
第二波亡灵已清除，己方损失0。主人威武！隐身披风已激活，持续时间30分钟。50个2波亡灵掉的材料够我再造150个骷髅弓箭手，打了2波，兵力不减反增，这纯粹是越打越富。造兵，150个骷髅弓箭手全拉满。收到。又来了，这是第几波了？第50波，得上去盯着，宝箱不能落下。他说他也要去，说他能帮忙在城墙上放火烧那些破烂亡灵。不急，养精蓄锐，多吃饭，多睡觉，后面有用得着你的时候。前50波拿来喂火狸太浪费了，后面才是真正的硬仗。第50波亡灵来袭，立即副本的强度吗？放！果然，光靠弓箭手挡不住了。开城门！牛头人战士、岩石巨人全军出击！第50波亡灵已清除，己方损失牛头人战士乘47，岩石巨人乘3。不对，白银宝箱。第50波掉白银宝箱，那第100波呢？岂不是发财了？哼！获得金币50枚。金币，一个白银宝箱，50枚金币。那后面的波次，如果宝箱品质继续涨，能开出什么？装备、技能树？不管了，先把其他的宝箱也打开。第51波亡灵来袭，亡灵类型无头亡灵骑士 ，B 级，数量2000。全军出击，30分钟内杀光。100波，一定要打到100波。这不只是为了活命，这是一座金矿。终于解决一个。会长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林姐！该怎么办？会长，第51波全部清除了，还有21个人活着，所有兵力加起来不到500。不到500，下一波全军覆没。如果没有援助，我们都要完蛋。哟，江会长，看起来有点狼狈呀。有事说事。战神会10分钟前全军覆没，我不想看到女巫联合会也步他们后尘，所以我周天豪可以庇护你们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江会长果然直爽。我们屠魔联盟呢，阳盛阴衰；你们女巫联合会呢，阴盛阳衰。不如我们互相结合一下，配个对。会长，我不想死。依附屠魔联盟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起码能活着。我想加入屠魔联盟。我支持你们的想法，传送令牌。我能理解你们为了活下去抛弃一切。会长，你在干什么？快过来啊！各位，
好好活下去，有缘再见。杨之雪，你疯了！第52波亡灵马上就出来了，你一个人留在那儿，你想死？我绝不依附屠魔联盟，现在死也未必不是一种解脱。江会长这是要以一己之力对抗亡灵天灾。楚风，对不起，我要食言了，我庇护不了你，你想办法加入屠魔联盟吧。谁说我是来寻求你庇护的？当初你挂念着我，主动帮忙交易粘土和种子，这份好意我一直记着。这次过来是想看看女巫联合会需不需要帮助，没想到就剩你一个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帮起来更简单。帮我？亡灵天灾，全区域覆盖，谁会有余力帮一个快死的人？难道说……跟我走。这个人刚从51波亡灵天灾里走出来，身上连灰都没沾。再犹豫，下一波就来了。你的领地没有亡灵进攻吗？哼，有啊。可你的领地几乎完好无损，连一道划痕都没有。深渊就在那儿，怎么可能没有？那只能怪亡灵天灾太弱了。没错，51波打下来，连我的城墙都没碰到过。这是何等规模的军队？走吧，我们去城墙上。第52波亡灵来袭，亡灵类型无头亡灵骑士，数量4000。完了，女巫联合会全盛时期，一轮冲锋就会全军覆没。别紧张，看着就行。全军出击！第52波亡灵已清除。我们赢了。主人，午饭做好了，今天有烤肉和蘑菇汤，赶紧来吃。客人，主人带客人回来了，姐姐你一定要尝尝我新研究的菜。4000只 B 级亡灵碾碎，然后被一只猫娘拽着去吃午饭。你每天都这样吃？差不多。实在抱歉呀，姐姐，今天不知道你会来，准备的有点仓促。仓促？这放在女巫联合会够开3天庆功宴了。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火狸说：“那姐姐就留下来陪伴主人嘛，以后天天都能吃到好吃的。”我没。100，上一波4000，这一波直接缩到100，不对劲。主人，这一波的亡灵有些奇怪，你来看看。走。亡灵法师，你见过这东西？我们之前找副本入口，误入了一处森林，里面住着一个亡灵法师，就一个，130多人围攻，包括20个牛头人战士，打了整整2个小时才把他磨死。就一个，死了20个牛头人？不止，亡灵法师的法术是群伤，一道暗能冲击下来，覆盖30米，站在里面，不管你穿什么甲，2到3发就死。现在有100个亡灵法师同时施法，至少需要1万大军才能硬扛。密集冲锋只会被法术一片片的割。你这里一共多少兵力？刚好有1万。
怎么这么多？主人，敌方全军覆没，我方阵亡2017，还能接受。楚风，虽然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可是现在10000减2000，剩8000。下一波呢？如果数量翻倍，最多撑2到3波，而且死掉的牛头人没法补回来。你还是别管我，自己逃命去吧。你在担心兵力不够？是，照这个消耗速度，谁说没法补？跟我来。这是祭坛。你该不会想现在生产士兵？来不及的，祭坛每天的产能有上限，2000的缺口，下一波亡灵随时可能刷新，就算现在开始跑，也补不上。这么多材料，可祭坛每日召唤有限额。等等，3000牛头人，1000岩石巨人，一次性，什么祭坛能一次出4000个？确认。刚才死了2000，现在补了4000，多出来2000当备用。这下不用担心了吧？你这个祭坛不对，我想问，你是想问材料从哪儿来的？对，战场上掉的宝箱，每波清完都有，开出来全是材料。那些宝箱我也派人去捡过，物理攻击无效，我们去了10几个人，一个都没回来。我这也一样，上去看着，我去捡一趟，你就明白了。一个人疯了，那些幽灵冲出来，连逃都来不及。隐身。完全隐身，移动、开箱、收纳都不会打断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太不可思议了，楚风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哦，你很感兴趣。你那个隐身怎么来的？你是不是以为我有什么逆天机缘？难道不是？神秘商店买的。神秘商店？怎么可能？我的领地升到4级后，也解锁了神秘商店，可我从来没见过商人出现，而且我打听遍了全区域，所有4级领主的神秘商店全都是空的。有人算过，神秘商家刷新概率表面上是5%，但实际上刷新概率甚至低于1亿分之一。我家神秘商店的商人是常驻的，你金币多的花不完的话，可以去碰碰运气，说不定就有好货。不可能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走，
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楚风大人，今天想买什么？我这位朋友想看看你这儿有什么新到好货。哦，楚风大人，您的这位朋友看起来可不简单呀。哦，他呀，他是女巫联盟会的会长。哦，这么厉害的人，那一定要配一把厉害的武器才行。王者之剑 A 级，属性攻击力加450，圣光附魔，特效对亡灵生物造成300%额外伤害。300%额外伤害，克制一切亡灵。您这位朋友运气真好，刚到的货800金币，我要了。成交。怎么了？有点不真实。昨天我还在废墟里翻尸体，今天我站在一个满编1万兵力的要塞里，花800金币买了一把1级圣光剑，总觉得一觉醒来，这些就全没了。那是你今天太累了，休息一下，明天就好了。楚风，今天能放我出城吗？哦，我想和亡灵战斗。我想和亡灵战斗。行，待会儿裂缝刷新，你带一队牛头人战士上。城墙上有弓箭手压阵，岩石巨人在两翼策应，你只管往前冲。好，谢了。不用谢，别死了就行。主人，为什么呀？好不容易不用打仗了，吃吃喝喝不好吗？他不一样，他要是不把这些账还清楚，觉都睡不安稳。所以他得上战场，不是为了帮我，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。300%额外伤害，这就是碾压。还行。我先。今天先别急着出去。怎么了？系统既然设了100波的上限，最后一波就不可能跟前面一个套路。你觉得会出什么？不好说，但绝对不简单。那我先上城墙，看清楚情况再说。走。说法变了。不对劲，最后一波还没出现。因为最后一波不是从深渊爬出来的。种族压制，骸骨巨龙对低阶亡灵有绝对的血脉威压。没有骷髅弓箭手的远程压制，他飞在天上，我们能打到他的手段不多。你忘了？什么？我也有龙。火力说，数3个数就做掉这头骸骨巨龙。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变身。火力大人说，刚刚那个不算，再数3个数。这就是楚风的龙。来了。
3个数，还真是3个数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下次先变身再上。本次亡灵天灾结束。火力累了，龙血变身的消耗不小。龙血变身，异端神庙，地级副本的首通奖励。没错，不光龙血变身，火力本身也是远古矿洞1级副本的首通奖励。怪不得，1级副本的龙蛋加上地级副本的龙血变身，2件东西本来就是配套的。这个角度，我倒没想过。那照这个逻辑，以后每个等级的副本首通奖励会不会都跟火力有关？女巫联合会会全力支持你。你要走了吗？江小姐，你不留在主人身边吗？不，我很开心，但不能待太久。时间一长，我会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废人，我得回去。况且我在外面能帮你的更多，我会重建女巫联合会的。行，我支持你。会长，要不是他自己俯冲下来抓人，我们怕是连碰都碰不到他。现在我们还剩多少人？领主还剩130位，各家兵力加起来不到2000，伤亡惨重。我们联盟3000多个领主打成这样叫伤亡惨重，那其他人呢？会长说的对，我刚看了聊天频道，全区域活下来的玩家不到5000人。那就更好，以屠魔联盟的名义向全区域所有存活领主发布通告：亡灵天灾结束，新的秩序开始。所有存活领主3天之内向屠魔联盟报到，接受统一管辖。3天之后，凡是没有加入联盟的，一律视为敌人。这杯酒祝贺我们度过亡灵天灾，也祝愿我们都能一直好好的活下去。这杯酒祝江会长顺利重启女巫联合会。那我就祝楚风你成为全世界最强的领主。你看聊天频道，趁着所有人在亡灵天灾里损失惨重，屠魔联盟倒是精明。这倒是个为民除害的好机会。我楚风拒绝。我操！楚风大神，全区域第一个站出来的猛人，疯了吧？亡灵天灾打完，谁家不是伤亡惨重？这时候跳出来反对，以卵击石啊！我给楚风大神的勇气打满分，但实力这块悬。楚风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收回你的话，否则屠魔联盟在亡灵天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远征你的领地。我等着。楚风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哼，走，去迎接一下他们。楚风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屠魔联盟的实力。主人，好多人。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束手就擒，否则只要我一声令下，10分钟内踏平你的领地。他打算怎么玩？周盟主，之前听你的口气，我还以为你有100万大军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装，你继续装。给他10秒的时。牛头人100、200、300，这数量，这他妈什么数量？亡灵天灾，他怎么扛过来的？周天豪，现在谁该束手就擒？传送阵，开启传送阵，撤！现在就撤！你他妈在愣什么？给我！周天豪，你看清楚现实吧，在楚风大神面前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想死没问题，别带上我。楚风大神，我愿意投降。
江会长，我错了，我们是被逼的。楚风，我投降。楚风，我投降。其他人投降，我接受。但你，结束了。辛苦了，主人。系统公告：检测到本区域领主存活数量已低于总数的0.1%，触发区域合并机制。本区域将于72小时后与新邻区域进行合并，请各位领主做好准备。